既然伤害又提升了，现在的我们就开始把58等的任务解掉吧。这是什么？王铎的后赏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活动，王铎的后赏。我记得就是打怪的时候会随机掉落材料。战斗呢，只要你带着新的战备资源前来，就可以得到王铎的奖赏。然后呢，是要给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没给东西。它的兑换的材料都是之前除了这个卡册啦，卡册老旧收集卡册，只想要兑换这个，其他这些都没有加属性啊，就没有很想要，就只是外观而已。这些都是喷射背包，都是上次的王国通行证里面的东西，里面的时装啊、头饰啊，好，不管它。那我们现在来解这个主线任务。博伊亚兰岛，好远哦，终于到了。我常常驾驶商船往返于附近海域，这一带的气候海况了如指掌。乔恩，这场灾难的制造者竟然是海神尼尔德，船员们哭喊着祈求他的怜悯。这次他却在商船的必经道路上制造了雷电风暴，巨大的海浪将我们的船撕成了碎片。祈求着他的怜悯，却遭到了无情的漠视。他设法逃到了这座孤岛，可跟他们一同出海的盖尔威格纳却在落水后失踪。盖尔来自大名鼎鼎的七王家之一，又是七王家，艾尔贝塔的统治者。就算他们活着，我们这群人返回艾尔也是凶多吉少啊！在岛上展开了搜索，这座岛屿给我们一种不祥的感觉。到处都有不祥的感觉啊！可以请你帮助我找到那4名失散的同伴吗？又是交给我吧！每次的任务一定都会出现交给我吧。是我真的比较会找东西吗？啊？还是看到我东西都会自己跑出来？金斯特和商人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，你以为自己赚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是为了解救同伴伯德的性命，不然就不会被魔物所伤了。没错，我就是那样一位舍己为人又不求回报的人啊！确认一下他的情况，如果他还活着，请立即带到我的身边。寻找落单的伯德，伯德你在哪？伯夏，伯德。击杀凶狠的螃蟹，看多凶狠哦！还好没有很凶狠，一个人在正中央嘿哦，然后手还插在后面，一点都不像求救的状态。哇，头上戴着小护士的伯德啊！不要高估了你的身体，更不要低估了病魔糟糕的坏脾气。冒险者，还好你及时出现啊！我最不擅长处理这些魔物。你说什么？金斯特那个混蛋居然告诉你，是他舍身拯救了我的性命，奥丁啊！老天爷的意思就对了，明明是那个贪生怕死的家伙自己不小心引来了魔物，又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抛下我独自跑走，然后他受伤，你反而没事就对了。只可惜我是一名医生，做不到像他一样的没良心啊。总之，先回到金斯特的身边吧。是不是不把任务交回去，然后他全程就是会一直跟在你身边？可惜不是妹子。我刚才心心念念的也都是你的安危呀，亲爱的伯德。看到你平安归来，我终于可以放心的闭上眼睡一觉吧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闭嘴，金斯特。我需要魔物螃蟹身上的毒液和一些铃兰根。他一定是知道他是医生，然后没有办法对他见死不救，所以就讲出这种冠冕堂皇的话。好，起立蹲下10次。螃蟹，螃蟹，打螃蟹。好，打完了，伯德，我来了。这任务真的很爱做药，每次都叫我东西，把东西丢出药锅。放入毒液，放入毒液是对的吗？上交解毒剂。这下感觉好多了，奥丁啊，我可不敢再找什么传说中的海底秘宝了，赶快离开吧！
你当真金斯特进入海底洞穴是为了寻找盖尔吗？恐怕他早就把那位可怜的年轻人抛之脑后了。现在心里想着，估计全是那首讲述海底秘宝的诗歌，又是诗歌，很爱诗歌。冒险者约特夏为了达到海神制造的传说，我作为团队里唯一一个还保有理智的人，也只能无奈地跟随他们进入这个海底洞穴。你是问西欧多尔跟约特夏的下落吗？这两个人正大喊着：“人鱼，快追上那条人鱼！”就朝洞窟深处跑去，说不定已经落入螃蟹的包围。这里最危险的绝对不是螃蟹啊！骷髅岛上的宝藏哦，这个主线名称还蛮像电影的。地上又留了一串脚印，似乎通往前方。哦，找到，又是吟唱诗人呐、请不要跟他说话。长着金牙的骷髅之口，莫非是他？拍摄下这个地点的画面，给西欧多看看吧。哇，这么远哦！拍照。哎呦，真的哎，骷髅有一口金牙哎。原来长着金牙的骷髅就是海底洞窟的入口啊！妙啊妙啊！那么按照第二句诗歌中的提示，接下来应该会在洞窟中跟随一位伸着鱼尾的美女。接下来应当在洞窟中跟随一位伸着鱼尾的美女。美女就是人鱼啊！不过约特夏，没错，约特夏那家伙倒是一路追了下去，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人鱼的秘宝，护送西欧多找到追赶人鱼的约特夏。地上脚印一定是约特夏留下的，快追上看看！哦，在这里，西欧多尔，还有你是谁？今天遇到的怪事太多了，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幻觉。什么样的怪事啊？人鱼刚刚就站在前方的岸边，呆痴望着水面。我尝试上前打招呼，他却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应该这样。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搞清楚盖尔的情况吧。水边男子的真实身份，靠近水边的男子不被发现的观察他的举动。哪边啊？那个绿色的吗？哦，动画哦。你为什么不肯回头看我一眼？又是一个凄美的人鱼爱情故事吗？哦，这脸也太方块了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那只人鱼蛊惑了。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他带离这座岛屿，安全送回艾尔贝塔。由你代劳去问一问盖尔滞留在这里的原因吧。还需要问吗？看到人鱼，没请杀一丢，呵呵。你是谁？我不与陌生人说话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就请免去不必要的交谈吧。人鱼？什么？你竟然看到我和那位人鱼少女之间的偷窥，不是一位绅士该有的行为啊！但既然你看到了，不如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。要选爱情不分贵贱呢，还是你们不适合？我觉得他们蛮适合的，所以爱情不分贵贱吧。他说他救了他。然后在他相处的日子里，爱情的一颗种子在我心中悄悄地生根发芽。等他发觉到它的存在时，我已经彻底坠入了爱河。就请帮他摘一些美丽的鲜花，期盼他能替他传递这份爱意。又要起立蹲下。其实解来解去，每次都是做一样的事情。就是采药啊，然后或是打怪收集东西啊，任务的内容也差不多，就是谁爱谁啊，像海盗船长，而且这次跑特别远竟然还要切图，真的太没意思了！快，上交美丽的鲜花，
我已经将这些鲜花制成了花束，麻烦你替我放置在水边，献给我心爱的人吧。要献花当然是自己呀，叫人家送是什么意思？自己放不是比较有诚意吗？而且说不定还会看到他，就当场献给他就好啦。真爱永不凋零，又是永不凋零。又要在附近的水母身上收集一些美丽的珍珠，珍珠应该是在那个卡纳多斯身上吧？为什么是水母身上啊？你是故意挑一个最远的让我打吧？真是够了！这个游戏任务满满的爱意，满满的恨意啊！我相信要不是外面那张图没有怪，不然他一定要叫我去外面，又切到外面的地图打怪。上交美丽的珍珠，上交。该不会说，我把珍珠串成了美丽的珍珠项链？拜托你放在水边。哇，天哪，会不会太好猜啊？他这边那边偷偷闪一下，闪一下。哦，点点点哦，他点点点哦，他看到了哦，看得到他吗？远远的。其实他都有看到啊。他要在卡纳多斯取一些硬皮来，他要写情书是吗？你可以一次讲完吗？我可以一次拿给你耶。上交硬皮。我已经把真心话全部写在这些硬皮上，拜托你将它放置在水边。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份心意，就请前往我精心挑选的告白地点。哇，要告白了耶！哦，又点点点，是不是要点点点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他去了。出现了，出现在我面前。他就说：“这3份礼物都是你给我的吗？哦，我比较喜欢你呀，谢谢你。”整个就误会，人鱼的眼中有浪花，人类的眼中有星辰。这些礼物都是那位金发碧眼的青年叫你送给我的吗？是的，果然是他。哦，快看，这些鲜花多么娇艳，珍珠多么圆润，这封情书中的诗句，它们是多么的真挚，就像他本人一样，深情款款，美好到令人难忘。哦，撩到了，撩到了。之前我一直担心他会看不起我这条鱼尾，现在我已经没有理由不去面对自己的感情，请你带我去见他吧，我不会再选择逃避了。哦，心心相印的呀，不是应该海神会出面阻止吗？然后就要把海神打倒，然后他们两个就恩恩爱爱的在一起，是吧？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了。我知道了。